不藏了啊，中国海军直接把压箱底的王炸004核动力航母给摊牌了。估计很多人刷到这部叫《向大洋》的海军宣传片时候，注意力都被潜艇深潜歼35呼啸升空的燃爆画面给吸走了，觉得这就是一部常规的战力秀。但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是真正的猛料，藏在最后那30秒都不到的点名环节里。这4个名字：辽宁、山东、福建、河建，看似普通，实则是中国海军玩的一场文化暗号，比《三国演义》里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还要隐晦。老祖宗有句话，言而有尽，意无穷。这一次官方主动玩谐音梗，用4个人名埋下伏笔，说白了就是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004核动力航母要来了。我是不爱放大招，欢迎来到老友记。先从第一个名字辽宁说起。辽宁谐音辽宁，身份是军校教员，这个身份太有讲究。《礼记·学记》里说，师者，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而辽宁舰在中国海军中的定位就是航母种子库跟训练舰。咱们都知道，辽宁舰的前身是苏联的瓦良格号，当年咱们花了9牛2虎之力才把它从黑海拖回来，续建、改造、试航，一步步摸索航母改造跟运营经验，就像一个启蒙老师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航母舰员，第一批舰载机飞行员，为山东舰、福建舰乃至未来的004航母输送了无数种子人才。这就像古代的太傅看似不直接领兵作战，却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名将，奠定王朝的根基。辽宁舰就是这样，它不追求极致的战斗力，却用自己的言传身教，让中国海军彻底摆脱了无航母的尴尬，摸清了航母发展的门道。所以说辽宁这个名字不仅是对辽宁舰的致敬，更是对中国航母的启蒙之路的铭记。没有了辽宁舰的摸索，就没有了后来山东舰的自主，更没有福建舰的弯道超车。这就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的道理。接下来是第2个名字山东，谐音山东，身份是潜艇艇长。潜艇艇长手握水下利剑，沉稳果断，运筹帷幄，这恰好契合了山东舰的定位，国产航母的中坚力量。如果说辽宁舰是启蒙老师，那山东舰就是成长型学霸。它是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、自主建造的航母，没有借鉴太多外来技术，从舰体设计到动力系统，从舰载设备到作战体系，都是咱们中国自己人的心血。韩非子显学里说，力不敌众，志不近物，意思是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战胜众人，单靠一个人的智慧无法通晓万物。山东舰的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，证明了中国有能力独立建造航母，不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。就像舰艇艇长在水下独自面对复杂的环境，依靠自己的智慧跟勇气守护着国家的海疆。山东舰也是一样，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航母发展进入了自主研发的新阶段，为后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004航母的核动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第3个名字福建，谐音福建，身份是副航海长。副航海长负责航母的航行规划、航线制定，是航母的领航员。而福建舰的定位正是中国海军远洋之路的领航者。它是中国第一艘配备电磁弹射器的航母，也是亚洲第一艘电磁弹射航母，直接跳过了蒸汽弹射的落后阶段，一步到位追上甚至反超了美国的福特级航母。这儿就要插入一句，很多人不知道电磁弹射有多重要。以前的蒸汽弹射就像老款蒸汽机，不仅效率低，而且维护复杂，每次弹射都要消耗大量的蒸汽，还得计算着蒸汽压力，生怕出现故障。而电磁弹射就像新能源汽车，高效快捷，维护简单，既能弹射重型舰载机，也能弹射轻型无人机，而且弹射频率极高，能大幅提升航母的作战效能。更关键的是，福建舰的电磁弹射技术比美国福特级的还要先进。咱们都知道，美国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器自服役以来就问题不断，截至2018年9月，747次弹射试验就出现了10次严重故障，远超美国海军平均4166次弹射出现1次严重故障的标准。甚至连美国总统特朗普都看不下去，扬言要把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，吐槽它复杂又昂贵，坏了都没人会修。而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经过多次测试，稳定性极高，没有出现过重大故障，
甚至已经成功完成了歼15弹射型、歼35的弹射测试。这就是中国速度跟中国质量。孙子兵法释篇里说，凡战者以正合，以奇胜。福建舰就是中国海军的奇招，在别人还在纠结蒸汽弹射的时候，咱们就直接弯道超车，用电磁弹射打开了航母发展的新大门。而福建作为副航海长，正是这份领航者身份最好的隐喻。福建舰正在带领中国海军驶向更远的大洋，开启远洋海军的新时代。聊完前3个名字，重点来了，第4个名字核舰，这才是本次宣传片的王炸，也是004核动力航母的官宣信号。核舰谐音核舰，身份是19岁的新兵。这个细节藏着2个足以让军迷瞳孔地震的信息。第一个是核舰，第二个是19岁。先来说核舰，在中国海军的宣传史上，从来没有如此直白的使用谐音梗暗示核动力航母的存在。以前咱们提到核动力航母，都是外媒猜测，军迷讨论，官方从来都是不承认、不否认，保持着神秘感。而这一次呢，官方直接用核舰这个名字，把核舰2个字摆到了台面上。这背后的底气绝非偶然。老总统说，胸有惊雷，面如平虎。中国海军之所以敢这么直白的暗示，就是因为咱们的核动力航母技术已经成熟到可以漏锋芒。再来说19岁这个细节，这才是最刁钻也最有深意的地方。中国现有3艘航母，舷号分别是16辽宁舰、17山东舰、18福建舰。按照这个顺序推下一艘航母的舷号必然是19，而核舰作为19岁的新兵，正好对应着舷号19的004核动力航母。人如其名，岁如其号。官方用这种方式，几乎是在向全世界宣告，舷号19的核动力航母已经从传闻走向了半公开的倒计时。它就像一个19岁的青年，朝气蓬勃，即将正式入伍，加入中国海军的序列。肯定有人会问，核舰会不会对应某个省份的名字？毕竟辽宁、山东舰、福建都是沿海省份，按照从北往南的命名顺序，很多人猜测004航母很可能会命名为河南或者河北，因为河跟河谐音。那我要告诉你们，这种可能性几乎为0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辽宁、山东、福建都是沿海省份，而河南、河北都是内陆省份，不符合中国航母以沿海省份命名的惯例。更重要的是，官方故意用核舰这个谐音，而不是直接用核舰之类的名字，就是为了留下悬念。004航母的命名可能会打破以往的惯例，也可能会继续沿用沿海省份的命名方式。但无论如何，官方主动暗示本身就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，004核动力航母最快今年底就能登上船台，距离正式亮相已经不远。聊到这儿，很多人肯定会好奇这一艘传说中的004核动力航母到底有多厉害？凭什么能被称为海上霸主？为什么说它的出现会彻底打破美国自2战以来的海权优势？首先，第一个亮点，也是最核心的亮点，核动力。咱们都知道，常规动力航母就像烧重油的巨无霸，跑得快就费油，发电多了也费油，每次出航都要携带大量的重油，不仅占用了大量的空间，还限制了航母的航程跟作战持续时间。而核动力航母就不一样，它烧的是铀，一次加注全寿命周期超长，免维护换料，不需要携带巨量燃油，这省下来空间全部可以用来搭载弹药、后勤物资，大幅提升航母的作战能力。这里给你们举个直观的对比，福建舰作为常规动力航母，满载排水量是8万余吨，每次出航需要携带数千吨重油，航程大约在1万公里左右。一旦燃油耗尽，就需要补给舰进行补给，这在战时很容易成为敌方攻击的目标。而004核动力航母满载排水量极有可能达到12万吨级别，一次加入铀燃料就可以连续航行数十年，航程几乎不受限制，不需要频繁补给，真正实现了无限航程。而且核动力带来的无限电力，更是解决了航母的电力焦虑，让很多以前无法上舰的黑科技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比如电磁弹射器，福建舰虽然配备了电磁弹射器，但由于常规动力电力供应有限，无法实现高频次满负荷运作。虽然电磁弹射不用蒸汽，但需要大量电力。而004核动力航母电力供应充足，电磁弹射器可以随时满负荷运作，弹射频率比福建舰提升1倍以上，一天能弹射上百架次舰载机。
作战效能大幅提升。再比如激光武器、电磁轨道炮这些电老虎装备，以前因为电力不足无法上舰，而004核动力航母有了充足的电力供应，这些黑科技终于可以正式列装。激光武器可以快速拦截敌方导弹，无人机反应速度快，拦截效率高，而且成本低。电磁轨道炮可以发射高速弹丸，射程远，威力大，能够对敌方舰艇、岸防目标造成致命打击。有了这些装备，004核动力航母的防御能力跟攻击能力都将实现质的飞跃。第二个亮点，吨位碾压全球，成为全球最大航母。根据目前多方分析跟卫星影像推测，004核动力航母的满载排水量极有可能达到12万吨级别。这个数字是个啥概念？咱们先来做个对比。美国最新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满载排水量大约是10万到11万吨，而004航母直接跨越到12万吨，比福特级还要大1到2万吨，成为全球吨位最大的航母。可能有人会说吨位大就一定厉害吗？当然不是，但吨位大意味着航母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、更多的弹药跟后勤物资，作战持续能力更强。比如福特级航母大约可以搭载70到80架舰载机，而004航母凭借12万吨的吨位，至少可以搭载90到100架舰载机，而且还能搭载更多的大型舰载机，比如空警700预警机、攻击21无人机等，作战体系更加完善。这里要给你们说一个细节美国的福特级航母2号舰肯尼迪号建造过程一波三折，原本计划2022年交付，结果因为技术故障、材料短缺等问题一再延误，预计要到2027年才能正式服役。而且建造成本从最初的113亿美元飙升至现在的132亿美元，后续舰甚至可能达到150亿美元。更尴尬的是，肯尼迪号还进行了减配，把原本的双波段相控阵雷达换成了上一代的 AN/SPY-6V3 雷达，探测跟预警能力大幅下降。而咱们的004核动力航母不仅吨位比福特级大，而且技术更加成熟稳定，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已经反超福特级。004航母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核动力跟更大的吨位，综合战斗力将全面超越福特级，成为全球最强的航母。这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官渡之战，曹操以少胜多，靠的是谋略跟实力，而中国航母从辽宁舰到004航母，靠的是稳步发展跟技术突破，一步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。第三个亮点，舰载机配置全面升级，全球第一艘搭载6代机的超级战舰。咱们都知道，歼15弹射型、歼35、空警600等主力机型阵容十分豪华，而004核动力航母作为更大的吨位、更先进的核动力航母，它的舰载机配置只会在此基础上全面升级。现有机型将成为基础配置，更先进的机型将陆续上舰。其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全球首款6代隐身舰载机歼50。根据目前的消息004航母如果在2026年底登上船台，服役时间大约在2028年。而沈飞打造的歼50 6代机目前已经进入研发的最后阶段，预计到2028年也将接近服役最后时刻。二者的时间线节奏高度接近，004航母有很大机会会成为全球第一艘搭载6代机的超级战舰。可能有人会问，6代机跟5代机有啥区别？简单来说6代机就是5代机的升级版，具备更强的隐身性能、更快的速度、更远的航程，而且还具备人工智能、无人协同作战能力。比如歼50 6代机不仅可以实现超音速巡航，还可以指挥多架攻击21无人机进行协同作战，形成有人机加无人机的作战体系，打击能力大幅提升。除了歼50、攻击21、空警700这些辅助类舰载机也将加速成型，登上004航母的甲板。攻击21无人机已经率先登上了四川号两栖攻击舰。这款无人机具备隐身性能，能够进行侦察、打击等任务，续航能力强，不需要飞行员驾驶，可以大幅减少人员伤亡，是未来海战的新宠。而空警700预警机更是一款反隐身利器，它基于运9运输机平台打造，配备了全球领先的双面旋转阵列雷达，彻底告别了传统的3面阵布局，雷达罩直径更大，探测功率指数级提升。它以60秒每圈的速度旋转扫描，实现360度无死角监控，数据刷新率比3面阵提升50%，配合氮化镓 TR 组件，对隐身目标探测距离突破450公里大关，
对 F-35等低可观测目标的发现距离比传统三面阵预警机暴增300%。更厉害的是，空警700具备 S 波段跟 X 波段双波段探测能力。S 波段用于广域搜索，专门探测弹道导弹的远距离目标； X 波段用于精确火控，专门追寻隐身战机等高价值目标。在电子战能力方面，它有32个天线正面，可同时干扰80个目标，还具备频谱黑洞技术，能将干扰能量转化为通信资源。在指挥控制方面，它配备了北斗3号加密数据链，实时共享信息，指挥链反应时间缩短2/3，可同时处理2000个目标，并生成多套作战方案。而且它的续航可以达到10小时，还能空中加油，完全能满足第2岛链范围内的空中预警需求。要知道，美国目前最先进的 E-2D 预警机还在为三面阵的扫描盲区打补丁，而咱们的空警700已经用双面旋转阵实现了代际超越。到2028年，空警700将取代空警600，直接登上004航母的甲板，配合歼50 6代机跟攻击21无人机，形成一套预警加隐身打击加无人协同的全新作战体系，让004航母的作战能力再上一个台阶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核动力点燃钢铁巨兽的心脏，当6代机撕开苍穹的寂静，当电磁弹射一次次把未来送上天空，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有人看到的是一艘航母，有人看到的是一支舰队，但真正看懂的人会看到一个时代正在悄然换挡。古人讲，事到盛时须转世，历史从来不是直线前进，而是在某个节点突然加速。当年大航海时代开启，世界版图被重新绘制。当年航母取代战列舰，海战规则被彻底改写。而今天，当004核动力航母走向深蓝，规则又要变。我是不爱放大招大招，下期再见。